快点，滚得远远的！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是我的了，赶紧拿着你这些东西滚蛋！林书海，我爸妈才刚出生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拿走他们的东西？呸！我是你妈的亲弟弟，他死了，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。林书海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再不滚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报应！滚蛋！瞧你那扫门星的德行，滚得越远越好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我的好姐姐吗？怎么被赶出来了呀？你不是还有个未婚夫吗？怎么也不要你了呀？林丹元，闪开！温冉，你爸失踪，你妈自杀，你现在就是个丧家之犬，还以为自己是温家大小姐呢，有什么可傲的呀？林丹元，你不要太过分！他说我过分。温家倒了，我看你这姿色，早晚得出去卖，不如卖给我好了。正好我还没有感受过两姐妹一起的滋味，我会很温柔的。说话给我放尊重点。尊重还挺辣。本少爷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尊重。放开啊！你个小贱蹄子，你快给我松开！你再不放开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厉害。你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活不过明天？看谁敢！恭迎少夫人回家。温冉竟然这么快就搭上了齐家，这个臭婊子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得到。少夫人，请上车。管家，今天的事儿，谢谢你了。少夫人，你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杭湾高速路段发生连环车祸坠崖事件，温氏总裁温广年不知所踪。温冉小姐，你好。你是？我是齐景年的母亲白玉茹。齐景年，江城首富之子。听说前段时间车祸成了植物人。齐太太好。温广言，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快给我滚出来！想拿回属于你的一切吗？我可以帮你。条件是什么？嫁到齐家来，做我的儿媳妇，照顾景年。父亲遭人陷害，下落不明，温家落败。要想查出真相，怕只有齐家能帮忙。可我才20岁，真的要和一个植物人度过后半生吗？你好好考虑一下，这笔买卖不亏。好，我答应你。
少夫人，这次以后你与少爷的卧室，请您换好服装后下楼，太太在等您。好。这就是齐家大少爷，长得确实惊为天人。齐先生，你好，我叫温冉，以后请多指教。没反应，看来外界传言是真的。唉，可惜了这张脸，竟是个植物人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咱们各取所需，互不打扰。谁在那儿？出来！你是谁啊？你就是伯母给我堂哥找的冲媳老婆呀？这小身材还挺辣的嘛。下流！嫂嫂，我堂哥他就是个植物人，他能干得了什么呀？你别过来啊！今天是你们洞房花烛的日子，我不帮你谁帮你呀？你滚开！你走开！哎呦，还挺有劲儿的，还有吗？臭婊子，你敢打我！雪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！完了，救命！救命啊！哎呦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送我儿子去医院呀！你伤害我的儿子！是他先对我不轨，我只是正当防卫。爸，大嫂，你都听见了吧？他就是个疯子，刚过没几天，就这么嚣张。爸，我们绝不允许这个女人做我们齐家的大少奶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他先对我动手动脚，意图强暴我。胡说八道！我儿子向来乖巧，肯定是你这个小贱人对我儿子做了什么。爸呀，你可给我们做主呀，爸呀！爸，我相信小冉不是他说的这个样子。够了，木兰，既然你打了警声，罚你3天不能出门。爸，不要再说了，再说就连你一起罚。哼，这个老不死的，谨慎掌握了齐家大权，有你好受的。既然你不肯帮我，那我就自己来。你说老天爷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？短短几天，我没了爸妈，也没了家，还莫名其妙嫁给了你。刚才还差点被你弟强暴，现在倒好，连房门都出不去了。7几年，我是你老婆。如果你现在醒着，你会不会不让我受这份委屈啊？小冉，今天的事儿你别怪爷爷，他其实是在保护你。现在几年躺在床上不能动，景深一家越来越猖狂，这儿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，我会处理的。你放心，齐家不会亏待你。拿着，这是一张没有限额的卡，你拿去花。齐太太不愧是个精明的商人，果然，在齐家的生活没我想象中那么容易。
这应该先从哪里开始擦呀？手还是脚啊？衣服是不是也得脱啊？算了，还是先脱衣服吧。我刚刚是吻了他吗？那可是我的初吻啊！真是便宜你小子了。你们齐家没一个好东西，你也是。皮肤还挺白的，一个男的长得比一个女的还白。天哪，我干了什么？我这也太饥渴了吧！齐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怪你长得太诱人了。啊，不对不对，是我鬼迷心窍。反正你也不吃亏，咱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好不好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啊。小冉，下周是爷爷的寿辰，你帮景年准备一下爷爷的寿礼。哦，好，好。完了，你妈肯定以为我们都怪你。你好，请问这个怎么卖啊？小姐，这是我们的镇店之宝，不是你这种人能买得起的。哎，有些人以为傍上齐家就能山鸡变凤凰，没想到连个花瓶都买不起。林丹元，你少狗眼看人低。听说齐家大少爷是个连话都不会说的植物人，姐姐嫁过去最多算玩物。温家一主，我现在才是大小姐，你个落水狗，拿什么跟我争？温家，我会拿回来的。花瓶都买不起，你拿什么拿？这个花瓶我要了，帮我包起来。温小姐，这个瓶子1亿4千万，你看你怎么支付？这个破花瓶要1个亿，你糊弄谁呢？姓池的给我的卡就500万，这怎么办？有些人买不起就直说，你这个破花瓶要本小姐1个亿，肯定是假的。把你们老板叫出来，不然我拆你这个店。谁在叫我？你大可以试一试。苏明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难道……老板，这个小姐买不起东西还闹事儿？别解雇了，
老板我。滚！苏明哥哥，好巧啊，你不会是这家店的老板吧？小冉，你想这个瓷瓶？苏明哥哥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姐姐如今是齐家少奶奶，和齐家大少恩爱有加，又怎么会瞧得上这么个破瓶子呢？小冉，你结婚了？是。小冉，你怎么能够自甘堕落和一个废死人在一起？我才是你的未婚夫，有任何困难你可以来找我啊！他能给你的，我一样可以给你。放开我！未婚夫，你也配？苏明，从我从医院醒来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我爸妈出事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多绝望吗？我给你一通一通的打电话，你在哪儿呢？对不起，小冉，当时我真的在忙，忙着跟女人画天酒地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是。苏明，你真让我感到恶心。不然，小冉，你真的以为齐家能保得住你吗？温家是个无底洞，你的存在只会连带着齐家一起拖下水。温然，你是我的，你跑不掉的。齐金念，我嫁给你，真的是个正确的选择吗？你什么时候才会醒啊？我今天去古董店给爷爷买寿礼，遇见我前未婚夫了。我发现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，最后都离我而去了。我是不是不配被爱啊？你不说话，你就是默认了。果然，连你也这么觉着。齐金念，我们离婚吧。这都没反应，这医生说多刺激他，对他的身体恢复有好处，看来一点效果都没有啊！哎，算了，我去参加爷爷的寿宴了，你乖乖的哦，等我。去看一下夫人去哪儿了，顺便准备一份贺礼。爸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祝你老人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你看，有心啊！这是儿媳妇应该做的。这不是我在古董店看上的那只镇店之宝？难道苏明把它卖给石秀兰了？
不过温然，作为咱齐家的长孙媳妇，你应该准备的更好吧？跟婶婶肯定是比不了的，不过是一点小小的礼物和心意罢了。今天老爷子寿辰，竟然拿一只空盒子糊弄老爷子，你是看不起我们齐家吗？啊？怎么可能？我的千里江山图呢？小然肯定是一时着急拿错了。爸，您先看看我给您准备的礼物，好吧？大嫂，你就别偏袒这个小贱人了。今天给老爷子祝寿的，都是些名门望族，竟然拿一个空盒子给老爷子祝寿，这不明摆着打咱爸的脸吗？你是想让我们齐家当众丢脸吗？啊！我听说这可是温家的千金呐。什么狗屁千金呀！温家那个破落户早已经易主了，他只不过是过街老鼠了。请问温小姐在吗？这才是少夫人准备的寿礼。少夫人要打开吗？打开吧。怎么两个一模一样的瓷瓶？肯定有一只是假的，拿假古董来糊弄齐老爷子，这下有好戏看喽。魏然，今天老爷子祝寿，竟然拿一只假的瓷瓶糊弄老爷子，你罪该万死你！我没有。这是雅芳斋的镇店之宝净玉瓷瓶，价值1亿4千万。这是票据和鉴别证书。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是真品。苏明是雅芳斋的老板，难道是他？大嫂，你今天可是出尽了风头啊！多谢夸奖。哎，大嫂，你是怎么跟这个苏氏家族关系这么密切？镇店之宝都拿来给你出场子都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么说话呢？你放心，今天是爷爷的寿辰，我不会乱来的。祝爷爷生日快乐，健康长寿。让你也不敢。贱女人，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！先来给我下药。为了得到你，老子花了多少心血！行了，你别白费力气了。你看你连站都站不稳了都。呀，大嫂。这人都走了，整个大楼就剩咱俩了，你往哪儿跑啊？今年是你吗？圆圆，慢点。圆圆，你没事吧？我好热，好热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老公，我很难受，帮帮我，帮帮我，你帮帮我，
帮帮我！冉冉，你们谁呀？啊，你们想干嘛？你很快就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。好好伺候我们二少爷。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敢绑我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是骑士集团的总裁，只要我一句话，就让你们在京城待不下去。哼！别打了！谁派你们来的？我出双位。哼，那齐大总裁打算花多少钱买你这条贱命吗？大哥，大哥，你居然醒了？不可能，肯定是我喝多了。堂弟好像不希望我醒过来呀。怎么会，大哥？在这个家，我最关心的就是你了，我天天盼着你醒来。大哥，你是来救我的是不是？你快帮我解开，快，给我解开，快！救你？动了我的女人还指望我救你？不是呀，大哥，是他勾引我的呀。哦，那你给我讲一讲，他是怎么勾引你的？他不甘寂寞，他嫌弃你是个植物人，他不像守活寡，真是他勾引我的呀！不甘寂寞，喜欢下药是吗？这里面是双倍的药量，好好享受。大哥，这会，谢谢你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现在还是骑士集团的总裁，你这么做的话，你不怕爷爷怪罪吗？你聚众淫乱，影响骑士集团声誉，你猜爷爷会怪谁？好好伺候我们二少爷。昨晚那个人会是几年吗？几年？几年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昨晚的男人难道不是几年？那会是谁呀？小冉，你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下楼的时候摔了一跤。我看看摔哪儿了。哎，不用，妈，您先下去吧，一会儿我给姐姐擦完我就下去。好，受伤了记得擦药啊。
对不起。怎么会有血？老爷，景深少爷聚众淫乱，上热搜。公司虽已采取紧急公关，但股价大跌，公司急需有人主持大局。混账东西，胆子越来越大了！不，爷爷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都是大哥干的，他早就醒了，是他下游设计陷害我的呀！胡说八道什么？景年现在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，他怎么害你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哎，看我这伤，这就是大哥干的。你不信的话，可以找个医生检查一下，看看谁在说谎。去把傅医生叫来。大少爷的四肢因长期按摩虽未出现萎缩的现象，但是也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肯定没检查仔细。二少爷他是酒喝多了，出现幻觉、胡言乱语。你够了，谨慎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从现在开始停止你总裁的职务，回家好好的去想想。爷爷，你不要听我的旨，我错了。我以后保证不再犯了，行吗？这事没得商量。为什么你变成植物人了还阴魂不散？你到底什么时候死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个贱货啊！我拼命计划了那么久，全是因为你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是你咎由自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跟你有关系啊！谁让你是我大哥的女人？好啊，既然我动不了她，那她欠我的，就让你来还给我。你放开我！哎呦呵！哎呀，你这个贱人气的贱货，还跟我装什么贞洁烈女？你还……救命！告诉你，我要让你老公看着你在我身下淫荡的模样。芷珊，畜生，你在干什么？干什么你？孩子，别怕，有妈在啊。大伯母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。我大哥现在就跟个活死人一样，你何必为了这样一个女人破坏咱们两家的关系呢？她是景年的妻子，是你的嫂子，由不得你胡来。哟，一个死了丈夫，儿子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咽气的女人，什么时候有资格跟未来齐家的家主大呼小叫？你行，我管不了你，我让爷爷管你。你等着，我们走。找靠山。爸，景深少爷简直是越来越过分了。他不但在外面胡作非为，影响集团的声誉，刚才居然还想对冉冉。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冉冉就被他欺负了。混账东西，你连大嫂都敢碰啊！看来之前是罚的太轻了。不，爷爷你误会了，是大嫂她勾引我的。我没有。哎，大嫂，是你亲口跟我说跟大哥这么个活死人在一块没意思，然后他勾引我，才让我差点误入歧途的呀。你胡说，我没有，我不会做对不起景年的事儿的。那你说，你身上的痕迹是跟哪个野男人寻欢留下来的呀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大伯母，你要是不信侄儿的话，你可以亲自验一验，你看看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。
从你嫁到齐家，我不曾亏待过你，你怎么能干这么恬不知耻的事情？妈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景年的事儿，请你相信我。相信你？我现在就是后悔替景年娶了你这么个贱人。让开，齐少，再等等，你们负责被害的证据还不够，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功亏一篑。老爷，苏氏集团的苏少在外等候，说是要见大少奶奶。哟，这是接府找上门来了。哎，爷爷，我可听说这个苏明跟我这位好大嫂可是有过婚约的呀。我没有，他不是。人都找上门来了还不承认，我看你是压根没把齐家放在眼里。下贱东西，给我滚到外面跪着，直到喜年醒来为止。爷爷，小冉，你不跪在这儿，跟我走，齐家根本就不准你这么做。我的事不要你管。小冉，你再这么跪下去，你身体会受不了的。是我对不起景年，这些是我应得的惩罚。他就是个活死人，他值得你这么做吗？你嘴巴放尊重点，不要污蔑我的丈夫。小冉，小冉，小冉，你醒了？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的？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我家，你在齐家门口晕倒了，我把你带回来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要回去。你疯了吗？齐家都不要你了，你还想收起离主吗？对不起，我刚刚情绪太激动了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我不奢求你原谅我，但是你不要再糟蹋自己身体了，好不好？小冉，在我家住几日，把身体调养好了，咱们再说其他的，好不好？粥。谢谢你收留我，还有境遇瓷瓶的钱，我会想办法还你的。境遇瓷瓶，把这个瓶子给我包起来，我要。原来那个人出高价买走境遇瓷瓶是给了温然，既然他不知道，我认下来也无妨。温然，你可真有本事，嫁到齐家都不忘勾引苏明哥哥。林丹云，脑子是个好东西，我希望你能装一个。怎么回事？苏明哥哥，姐姐说你是个备胎，根本比不上齐景年那个废人。我气不过，我就和他争论了一下，他就推了我。可真是能演啊！好，既然这里这么不欢迎我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姐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滚！别这样对姐姐。
我让你滚！温冉，凭什么你出生就比我高贵？即使温家破产，也有人上赶着帮你。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特大新闻：齐家大少奶奶温冉不甘寂寞，半夜私会野男人。哼，温冉，这次我看还有谁能帮你。看到没有？她就是齐家的大少奶奶吧？穿这么骚，怪不得能勾引人呢。哎，齐家大少是个不能人道的植物人，出来偷人也很正常。俺给齐家戴绿帽，这女人胆子可真大。表姐，虽然你与人苟且，被齐家赶了出来，但我和爸爸终究是你的亲人，别任性了，快跟我回家吧。你在这说什么疯话？表姐，你和那个男人的事情已经传得全网皆知了，齐家容不下你，苏明哥哥更不可能再接纳你了。这一切都是你干的。表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怎么可能是我干的呢？虽然你以前总是仗着温家千金的身份霸凌我，也从来不把我和爸爸当成温家的人，但我怎么忍心看你流落街头呢？原来她就是温家那个破落户的女儿啊！没想到长这么漂亮，人却这么歹毒。这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这车牌好像是齐家的。齐家的？我的女人怎么会流落街头呢？这位先生，我看你也一表人才，千万不要被我姐姐的放荡外表给骗了。她嫁过人了，老公还是个废人，耐不住寂寞才在这勾三搭四的。我劝你离她远一点，免得最后人财两空。林丹元，你少血口喷人！你是冉冉的表妹啊？我可没有这么放荡不守妇道的表姐，千万不要被她清纯的外表给骗了。不是就好，给这个污言秽语的女人洗洗嘴吧。你要是再敢对我夫人无礼，下次就不是洗嘴巴这么简单了。你是齐几年？怎么可能？谁不知道齐几年是个废人？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对大少不敬？哎，查到了，你看，果然是齐家的车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回家。你看给我干嘛？好看。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又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我一早醒来就过来找你了。那他肯定也从妈那里听说我被……老公，我很难受，你帮帮我，我脏了身子，根本配不上他。几年，我们离婚吧。养几年的老鼻子钱了，夫人，大少爷带着大少奶奶回来了。你说谁？汉桑，你好了。
好了好了，妈，我没事了，啊，没事。事儿就好，没事儿就好。孩子，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？我们齐家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妈，你是不是和然然有什么误会啊？你别吓着她。孩子，她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，我还在给你介绍一门好亲事啊。大哥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在你昏迷期间，大嫂她公然给你戴绿帽，这夫都找上门来了。你说就这样女人，她配跟你在一块儿吗？是啊，金莲，你是真不知道，这个女人刚过门就试图勾引谨慎。哎呀，这么不知检点的女人，留着她只会给我们齐家蒙羞。虽然他们说的并非事实，可我确实背叛了景年，我不配做他的妻子。好，我愿意离开齐家，跟景年离婚。我不同意。孩子，你鬼迷心窍了呀！这样的女人怎么能留在我们齐家呢？我们不会离婚。冉冉是我齐景年的妻子，从始至终也没有什么野男人。以后在齐家，我不想听到有人在诋毁她。孩子，你糊涂啊！妈，冉冉没有对不起齐家，她的男人只有我。永年个臭小子，今天还醒了。爸，他就是故意陷害我。那天晚上我看到的绝对不是幻象，他就是想搞掉我，他好夺掉这骑士的总裁之位啊！当年那场车祸就不该心软，留下他这条贱命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你依着大哥的性子，他肯定会追查到底的。到时候大伯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。慌什么？只要我们不说，他也不说，谁会知道当年的真相？妈，你的意思是把那个人再叫来，给他一笔钱，让他滚出江城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办啊！你醒了又如何？哼，跟我斗，你还耐了点？齐家的产业只能做儿子的。这段时间你受委屈了，以后有我在，没人可以欺负你。让我再抱会儿。那晚在酒店，真的是你？不然你想是谁啊？幸好是你，我先去洗澡了。啊？你这是在邀请我吗？你流氓！你哪儿我没看过呀？我先去洗澡了。喂，齐少，你让我找的那个人不见了。继续找，就算挖地3尺也给我找出来。冉冉，我没穿衣服。哎呀！我看看，好点了吗？没事儿，好多了。以后可不能这么冒失了。这不是有你了吗？想什么呢？什么也没想。乖了，今天好好睡觉，脚都受伤了。
没想到妈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书房啊！小冉，啊，妈，我就是路过来看看，我这就走。你等等，小冉，以前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是我错怪你了，妈妈向你道歉。这只镯子是几年的奶奶送给我的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，收下。妈，我不能要，这太贵重了。小冉，你是景年的妻子，以后这个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现在景年醒了，爷爷想办一场宴会，宣布他继任骑士总裁一职。到时候江城所有的名门望族都会过来，你要陪景年一起出席。妈，谢谢你。进来买。景年，家里费成更多了，你看看。那可不行，明天的宴会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齐景年的老婆是多么漂亮。我接个电话，你先挑着。好。喂，对，是我。小姐，这是我们店里最新款，你去试一下吧。试衣间在那边。哪个不长眼的？知道我这衣服有多贵吗？撞坏了你赔得起吗？不好意思啊。温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果然，大学考第一也没什么用呀，还不是在这儿当个小小的服务员？我是来买衣服的。真会吹呀，温冉，这江城谁不知道你温家败了？有什么不好承认的？你让开，我要让他招待我。这件、那件还有那件，都给本小姐包起来。快啊！小心我跟经理投诉你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要让谁走啊？哟，来帮手了。温冉，这不会是你在外边养的小白脸吧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找男人的本事依旧没变。顾惜，长着一双眼睛不是用来摆设的。切，你给我好好看看他是谁。一个软饭男而已，也配脏了本小姐的眼睛？这商场真是的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。这男的我怎么感觉有点熟悉？看气质，似乎又是位惹不起的大人物。顾小姐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，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顾惜，我劝你买完东西还是赶紧走吧。凭什么？我爸可是江城最大的木材供应商，只要他想，今晚上你们在江城都混不下去。最大的木材商，顾城东，你是顾城东的女儿啊？看你长得挺不错的，我可以考虑考虑做我的情人。3分钟之内，我要收到顾氏被收购的消息。真以为自己是江城首富呀？说收购就收购，是不是一会儿就知道了？怎么不敢接啊？有什么不敢的？说不定是我爸答应给我买的房落户了呢。混账东西！你在外面干了什么？还给我滚回来！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到底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？一败钟情，顾氏倒了。怎么可能？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是你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顾惜，我们刚才步步忍让，是你咄咄逼人。行吧，这次就当给你个教训了。希望你好好改造，重新做人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样说话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我要杀了你！
顾小姐，这里是公共场合，如果你要发疯，就去精神病院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吩咐下去，以后顾家的人不可以踏入这个商场一步，带下去。不用把这个女人的话放在心上。冉冉，你现在是齐家的大少奶奶，如果有人敢欺负你，尽管讨回去，发生什么事儿，有我在。放心吧，景年，我知道的。服务员，带夫人去试衣服。好，请随我来。景年，我好看吗？真是的。哎呦，我这夫人可太漂亮了，不过好像缺点什么。什么？哇，好漂亮的鞋子！哎呀，穿上试试。哎呦哎呦！夫人这是投怀送抱啊？我才没有。还有个礼物呢。什么？闭上眼睛。喜欢吗？这戴上戒指以后呢，就是齐家的大少奶奶了，可就没有反悔的机会喽。景年，遇见你，我从不后悔。哎，这可是在商场。我的商场。姐姐，你很得意吧？苏明哥哥围着你跑，现在也有齐家大少护着你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围着你转。你不过是被我踩在脚下的小丑，凭什么得到所有人的喜爱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而且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出去。你真以为嫁到齐家就能麻雀变凤凰？你只不过是他们的玩物，也就只有你会被他们耍得团团转。林丹远，不要在这给我发疯并乱摇身！你说我疯？我今天就让大家看看这衣服底下的身体有多肮脏！我的裙子！少奶奶，宴会马上开始了，少爷在外等您。微然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参加宴会？谢谢。感谢大家抽空来参加我孙子这个总裁的继任仪式。他还年轻，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关照。感谢大家。谢谢。哎，听说前段时间齐家大少爷成为植物人了，真没想到现在醒过来了。是啊，哎，他旁边站的那个就是齐家少奶奶吧？是温冉吧？你别说哈，他俩站在一起还真是郎才女貌呢。确实。这个小贱人，怎么可能？少奶奶，离宴会只有10分钟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你有剪刀和针线吗？有，我去拿。好。
齐哥哥，好久不见，恭喜你又能够重新回到公司。谢谢杨小姐，不过我没有认妹妹的习惯，你还是叫我齐总或者齐少爷行。齐哥哥，不好意思。齐金莲，你个渣男，嘴上一套背后一套，看见美女还不是走不动道。今天晚上我要是让你上床睡觉，我就不信问。早就听说齐家少奶奶国色天香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你是谁啊？少奶奶别慌，我呢和齐家呢合作了很多年，正好呢我手上有一个新的好项目。少奶奶如果要是把这杯酒喝了，我就考虑把这个项目送给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酒精过敏。怎么？少奶奶不给我这面子？真的不是啊。姐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刘总好心要跟你喝杯酒，你这么做是故意看不起他吗？你又来凑什么热闹啊？少奶奶不喝没有关系，那我得重新考虑一下这个新项目，还和齐氏合作不合？姐姐，快把这杯酒喝了，和刘总道个歉。难道因为你一个人要连累整个齐家吗？这男人看起来地位不低，还是暂时先稳住他，大不了待会儿去洗手间吐掉。好，我喝。不准喝！青年，是吧？齐少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倒想问问刘总，你要对我夫人干什么呀？齐少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影响了咱两家的关系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像你这种品行低劣的人，我们齐氏集团将取消与你的一切合作。齐大少爷，你可考虑清楚，我手里可有10个亿的大项目，我不信你不想要。我们齐氏集团缺项目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打我夫人的主意，我不介意将你们刘氏收购。我看你是疯了，真的疯了！今年都是因为我，害你丢了那么大的项目，公司的股东们不会怪你吧？没事儿，一个项目而已，项目有的是，老婆就一个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几年对我这么好，刚刚真的是我误会他了。哼，污染这个骚狐狸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居然把齐哥哥迷得团团转？不甘心是吗？要是我也不甘心。怎么说？论家世，论品貌，温冉她哪一点比得上你？也就是齐少刚醒，被他蛊惑了罢了。这种女人，给一点教训，自己就离开了。也对，毕竟能站在齐哥哥身边的人，只有我。你是谁啊？哼，连我你都不知道是谁，还想霸占齐少奶奶的位置？我告诉你，齐哥哥是我的。那你知道我们已经结婚了吗？
这位小姐，你要当三儿吗？上哪去啊？住手！齐哥哥，放手！没什么，没事。杨小姐，我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，这次我只收购你们杨氏1半的股份。如果你再敢冒犯我身边的人，杨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齐总，齐哥哥，你不能收购我们，不然我爸会打死我的。放手！你的死活与我无关。小冉，你怎么了？让开！齐景年，你就是这么对小冉的吗？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儿，用不着你管。要是不想连累苏氏，我劝你赶紧滚蛋。苏少是吧？有兴趣聊聊吗？好了。冉冉，你发烧了，我去给你叫医生。等我一下。别走，能陪陪我吗？好，我哪儿也不去了，就在这陪你。今年分家没落了，你会不会也觉得我配不上你？小傻瓜，想太多了。我这辈子认定你了。快睡会儿吧。小冉，明晚7点陆华豪庭6楼同学聚会，你来吗？不来。齐景年，小冉呢？让他接电话。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还有，苏少以后少给我夫人打电话，以免败坏他的名声。齐景年，你凭什么替冉冉做决定？他有自己的交际圈，你这么独断专行，就不怕他恨你吗？与你无关。谁的电话啊？诈骗电话，没事，接着睡吧。我都听到了。所以，你打算去吗？你吃醋了？我没有。我老公可是骑士总裁哎，别的男人哪入得了我的眼呐？不过啊，他之前我被赶出旗下的时候，他帮了我很多忙。我想去参加这次同学会，一来呢是感谢他帮助过我，二来我是想跟他说清楚，省得以后再纠缠。需要我陪你吗？不用啦，你呢就在家乖乖等我回来。好。自己忙啥呢？是啊，好久不见。温冉，他怎么也来了？温冉，当初你害我被顾家赶了出来，今天我就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听说他家不仅破产了，还背上了人命。都这样了，哪来的脸来参加同学聚会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人家可是勾搭上了金主，得意着呢。都是同学，说话别那么难听，小心闪了舌头。怎么，戳中你痛处，恼羞成怒了？温冉，你不过是个靠男人上位的婊子罢了。
如果没有苏少的邀请，你这辈子都进不来这么高端的餐厅吧？那如果这么说的话，今天的单我买了。我没听错吧？温然，你知道这里消费有多高吗？别打肿脸充胖子，到时候被人扣在这儿，还得苏少来数你。顾大小姐，不过是一顿饭，我还是请得起的。顾惜，这不是你一直想买的那款全球限定的包吗？怎么会在温然手上？闭嘴！没想到这个贱人这么有本事，竟能吼得那男人给他花这么多钱。小冉，小冉，小冉，之前是我不懂得珍惜，我希望你再给我次机会。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苏少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温然就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，还被小白脸包养，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你喜欢。和你没有任何干系。小冉，只要你再给我次机会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抛下你的。苏明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请你不要再做出一些让人误会的举动。苏少，看到了吧？他根本就不领你的情，你又何必卑躬屈膝的讨他欢心呢？他只是在生我的气。苏明，我们之间再无可能。小冉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下次再请大家喝我小冉的喜酒。小冉，苏明，你要干什么？小冉，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啊！这是哪儿？其他同学呢？这是酒店，他们都回去了。你放开我，苏明！小冉，你知道我爱你的，我也知道你嫁给新奇了，你是迫不得已。他能给你的，我一样可以给你。中了我吧，好不好？苏明，你给我清醒点儿，你别逼我恨你，你别逼我恨你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，苏明！小冉，你不就埋怨我当初背叛你吗？当初温家败落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你现在和信奇都已经睡过了，我都不嫌弃你，你还装什么清高啊？啊！来吧，好不好？从我手机呢？找电话。信奇那个混蛋根本就没空搭理你，你快快宠了我，我能够给你一切。救命！请你们救我！请你们救我！喂，齐少，股东们要求现在开董事会，说你拒绝与刘总合作，害集团丢了大项目，要任免新总裁。苏明，我的女人你也敢碰？几年，没想到你真的会来。杰氏集团，你不想要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杰氏集团的股东们现在正在选新的总裁，很快，你在吉家
就没有一席之地了。苏少什么时候跟我那个好弟弟搞到一起了？哼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季少，你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？哼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过了今晚，江城就不再有苏家的一席之地了？知道回来了，爷爷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一意孤行的取消和刘总的合作，知道吗？公司股东对你有多失望？爷爷，您别怪姐姐，这件事都是我的错。刘总人品有问题，这样的人对公司百害而无一利，没有合作的必要。大哥如此独断专行，有什么事儿更重要啊？连股东大会都不放在眼里了。我做事需要向你汇报吗？大哥做事自然有大哥的道理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这什么事儿比股东大会还重要？是和嫂子出去花天酒地吗？七年啊，齐氏集团到底在你眼里算什么？这件事我会给股东一个交代的。交代？大哥，股东们在那等了可是整整2个小时啊！你知道这公司浪费了多少无力财力吗？爷爷，现在股东们对大哥可是极为不满，你不如把公司趁手就交给我。大哥刚醒，他身子也虚弱，正好给他放个假，好好休息一下。不行，爷爷，几年他做事情一向认真，这次真的是因为我才……不要说了，景烨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谢谢爷爷。这老东西就是偏心，股东都乱成这样了，居然还不撤掉景年这个总裁之位。妈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去把那个人叫来，我们既然能弄死他第1次，就能弄死他第2次。景年，你今天怎么有空陪我啊？公司不忙吗？放心吧，公司的事情已经解决完了，反倒是你最近给你忙坏了。今儿正好有空，出来陪陪你。电话。喂，七少，我查到当年杀害你们父子的那个凶手。小姐，景年。景年，坚持住，我打救护车。没事，放心吧。快去！景年，他怎么样了？匕首并没有刺中要害，七少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你可以进去看他了。谢谢。景年，你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？你不是说要帮我教育那些欺负过我的人吗？那你现在躺在床上算怎么个事儿啊？有你这么当老公的吗？第一次当老公，没啥经验。你醒了？你又骗我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帮你叫医生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有个更好的办法。什么？亲我一下。家属去1楼签个字。哦，好。去吧。我去签个字。
你怎么走到这里了？我的钱呢？什么钱？婶婶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个男人，小心！去年那小子又没死，你好意思要钱？二奶奶，他伤了也是性命啊！哎，想当年你让我开车撞死那大少父子，我躲了那么多年，现在我又冒险出手，咱俩得心脏老账一起算一算了吧？威胁我？威胁谈不上，我们就是混口饭吃。500万，拿着钱滚蛋！二奶奶，你可得想好了，咱俩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要出事了，你也跑不了。你想怎样？1000万！你七少奶奶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快回来，我们被发现了，怎么办？那就一不做二不休，看我的！喂，姐年，你快来救我！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地下停车场看到婶婶。冉冉，冉冉，冉冉，你坏我这儿！姐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那齐少，怎么处置他？把他拉下去。二房那边应该已经够极条强了，我也该收网了。爸，我听说今年还在医院躺着呢，咱公司的事儿总要有人打理才是呀。我看就让锦欣先过去吧。是啊，爷爷，我对公司的业务比较熟悉，接手的话也比较方便。他婶婶和堂弟还真是急性子啊！哎呀，今年回来了，你身体好点了呗？我好不好，婶婶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哎呀，今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婶婶，我们前不久才在医院的地下停车场见过吧？你不仅要杀了几年，你还要杀了为啥？这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我怎么能杀害我侄子呢？我不说拔刀。婶婶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把人带来！你是干什么？谁指使你的？从头到尾老实交代。是他指使我开车撞死大少父子的。看齐少醒了，就让我做了他，拔草除根。你住嘴！你是谁呀？你胡说八道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我有你的转账记录，饶了我吧，我都交代了，放了我吧。石子然，你真是好样的！我们齐家真的瞎了眼，娶你这种毒妻进门。爸，你要相信我。我怎么能杀害大哥和侄子呢？这个人分明就是胡说八道！你可不能听信他的一面之词，他是想骗取我们齐家的钱财，不是吗？是爷爷，我妈虽然说她脾气不好，但她不至于干出这买凶杀人的事儿啊！不是大哥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们的俩，但也不至于找个演员来污蔑我们吧？都有人证了，你们还狡辩？什么人证？听听看，7年不小的又没死，别说，你好意思要钱？发现了，怎么办？那就一不做
二不休，二奶奶你看我的！爸，你这个毒妇！爸，我和齐家的子孙，我打死你！你就算在监狱里，也不能够赎你这辈子想犯的罪。爸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爸。你就看在谢谢他爸早走的份上，看到我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的份上，爸，你就原谅我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坐牢，爸。爷爷，爸呀！景生，你有没有参与这个事情？我。这些是景深伙同刘总贪污公款的证据，大多数用于嫖赌，粗略估算补上窟窿需要20个亿。把这个孽障给我捉住江城！爸妈，我好想你们啊。景言已经答应我，会帮我找出陷害温家的凶手。云儿一定会还温家一个清白。喂，小冉啊，明天是你妈的忌日啊，舅舅想让你回来，咱们一起吃顿饭，你看可以吗？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是我的了，赶紧拿着你这些东西滚蛋！我跟你说，我看见你这扫门用的来气。你又想打什么歪主意啊？小冉，之前是不是舅舅的不对啊？你爸妈现在不在了，舅舅呢就是现在你唯一的亲人啊，我就想让你过来，咱们一块吃顿饭啊。好吧。那啥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，公司现在一团乱，你得留下来坐镇，我自己能想。那我明天让司机送你去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。好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嘴上说多没诚意啊！等我彻底得到了温家，我就让你的宝贝女儿下去，一家团聚去。小冉，来，多吃点。哎呀，好长时间没见你了，都瘦了，我最近看着都心疼。爸，你干嘛对他这么好？你个小贱人，克死自己亲妈，还有脸在他忌日时候回来？你怎么不下去陪他？闭嘴！那可是你表姐。舅舅，别装了，说吧，叫我回来什么目的？哎呀，看你说这话多难听啊！什么目的？小冉，我听说你跟齐少结婚了。最近呢，林氏集团出了点小小的麻烦，希望齐少能够帮忙，就是云岚医疗器件那个项目。温氏被你独占，改名姓林，舅舅怎么好意思向我开这个口啊？虽然现在叫林氏，但那也是你爸的一片心血，难道你就想让他随随便便的葬送了？这忙我帮不了。怎么帮不了？啊，只要齐少手指缝里漏一点，林氏就有救了。温然，这可是你爸一辈子的心血啊！我爸的心血姓温，不姓林。小冉，你可别敬酒不吃罚酒。你只要不帮着林氏集团把这个难关渡过了，
我就把这栋别墅卖了，抵债。这可是你妈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样东西，你就忍心让它落在别人的手上吗？林书海，你无耻！小冉，我已经给了你选择的机会。舅舅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要想留下这一栋别墅，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。听明白了吗？爸，网上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们温家真的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害死人了吗？公司的医疗器械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我现在回公司去取专利证明文件吧，温室风波很快就能解决。专利证明文件？当时医院说那款医疗器械根本没有通过专利认证。我答应你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我要进林氏，与齐氏集团合作的项目，我要当负责人。没问题。温然，你一个学土木工程的，凭什么当项目总监？就凭我是齐家的少夫人，这一点够吗？够，当然够。小冉，你可帮了舅舅大忙了。看什么呢？当年与江城附属医院合作的那份医疗器械设计图，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。我之前也派人调查过你们温氏的产品，你们所有的产品都有正规的手续，按道理来说不会发生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而导致患者死亡的事件呀。怪就怪在这儿，而且我去各大医院都了解过，没有出现使用不当的情况。你想怎么做？只能先去看看了。不过，怎么了？林书海那个老狐狸拿云岚的项目威胁我，让我管你要合作，不然不让我进公司。嗨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一个项目而已，想要就给你呗。但是林书海这个老家伙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把林氏买了。不行，云岚的项目那么多人虎视眈眈，而且我进公司是为了调查真相。如果你现在贸然收购，那只会打草惊蛇。我爸要是知道我能凭自己的实力拿回温氏，肯定会欣慰的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妈。听说你明天要去林氏集团上班，我给你准备了辆车，钥匙拿着。谢谢。你们聊。妈对我真好。少夫人，少爷让我务必将你安全送到公司。以后就别那么麻烦了。那少夫人路上小心。好。温然，没想到你勾搭男人倒是挺有手段呀！这才几天呀，又换了一个。之前那个小白脸呢？不会不要你了吧？顾喜，大早晨没刷牙的话，就别到处喷粉。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你看在老同学的情面上，这次的事儿我不追究。以后大家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不要再来惹我。威胁我，贱人！我能变成今天这样，都是拜你所赐。你想一笔勾销，做梦！温然，你别太得意。我刚拿到了林氏集团的 offer，虽然比不上齐氏，
但这林氏在江城也能排得上号，像你这样的废物，这辈子恐怕挤破脑袋也没办法进去吧？林氏，没错，就是林氏。不过你跪下来求我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，在林氏给你讨个保洁的工作。那就谢谢你的好意了。不过我可能要提醒你，也许可以真的提前打点一下，没准儿有用呢。大家安静一下哈，介绍一下，这是你们项目部新来的项目总监温冉。温冉？怎么可能？大家好，我是温冉。经公司商议，赵总监降为副职，与温总监共事，有事随时找我。好。这空降兵什么来头？竟然让人事经理亲自带来，他一来就把青烟姐的总监职位给挤了下去，估计来头可不小。把这些资料各打印50份，10点前给我。凭什么？我不去。凭我是项目总监，你的顶头上司。你，温冉，总监这个位置，总监这个位置，你也配坐？第一天工作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不是一直想吃火锅吗？晚上我带你去庆祝一下。不行，会胖的。没关系，胖了还有老公养你呢。无聊。接。啊，齐总，这是财务部最新季度报表，您看一下。放那吧，我一会儿看。齐总，还有事儿？您签完字，我还得带回财务部反馈。拿走啊，谢谢齐总。哎呀，老傅，刚才我去齐总办公室，他竟然笑了。我跟他这么久，还第一次见他笑，难道这就是爱情的力量？宋特助，是不是最近工作太闲了？非洲正好有个项目，要不你去负责吧？别，齐总，我还有事啊，我先走了啊。你找我什么事？齐总，他回来了。你就是温冉？你是？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抢我的位置？你是赵青青？算你还有点眼力劲儿。不过我奉劝你，赶紧收拾收拾，滚蛋。总监之位是通过林董审批的，你如果有任何不满意，你可以直接去找林董。你以为你搬出林董，我就不敢动你了？像她这种靠出卖色相上位的女人，当然能了。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一个老男人开着豪车送她上班，想来这总监之位啊，就是那个老男人花钱砸的。顾惜，少在这污蔑我。我说的可都是实话，如果大家不信呀，我有照片为证。这是我家的管家。管家？温冉，谁不知道你温家早就破产了呀？哪还有钱请什么管家呀？搬出这套说辞，你以为我们会信？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我可以让他来作证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可不想看你们这两个小丑演戏。像你这个靠男人包养的关系户，我劝你啊，
趁我没发火之前，主动辞职吧。请问哪边是温总监的工位？请问哪边是温总监的工位？哟，温然，你靠上来了，还不赶紧去跪营？就是他呀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人物呢，这么一看啊，顶多就一暴发户。少夫人，这是少爷让我给您带的午饭。这戏演的还挺足呢，怎么连饭都要从家里带？你们是外卖点不起了吗？赵青青，吃什么是我的自由，让你长一张嘴，不是让你去随便议论别人。怎么被我说的恼羞成怒了？像你这种人，也就只配吃猪食。猪食？你确定？玉林坊，玉林坊可是有名的私厨，没点人脉关系都订不到位，根本不可能外送。不可能，玉林坊从不外送，这一定是假的。说的也是，你以为贴个假招牌就能糊弄我们了？温然，你呀，可真是搞笑。温然，你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去玉林坊偷盒子了吧？各位的担心多余了。少夫人，少爷知道您胃不好，特地叫了玉林坊的厨师过来给您做午饭。少爷还在公司的旁边给您买了栋别墅，您要是累了，可以随时过去休息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吃公司的就行。这是少爷的意思，我只是传达。少夫人，请慢用。怎么，你们还要看着我吃饭不成？戏演这么足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收场。午饭收到啦，谢谢老公。几年我会。你是谁啊？为什么穿着我老公的衣服？我是几年的前女友施洛雪，刚刚不小心弄湿了裙子，几年怕我着凉，就先把她的外套给我披上了。你不会介意吧？既然是前女友，那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我最近刚回国，有个合作想跟几年谈，正好呢也在这儿住一阵子。这里是我跟几年的婚房，你住在这里不合适吧，小姐？温然，我都查清楚了，你和几年结婚只是一场交易。这样吧，我给你1000万，你跟几年离婚。施小姐智商是不是不太行啊？我跟几年结婚，我就是旗下的少夫人，我放着上千亿的资产不要，我要你那区区1000万啊！所以你跟几年结婚，只是为了钱？我为了什么你不需要知道，但我告诉你，现在这里不欢迎你，出去。温然，虽然你跟几年结婚了，但几年心里只有我。要不是我无奈出国，哪里轮得到你？你只不过是一个趁虚而入的卑贱小三。小三？施小姐，你学过法律吗？我跟几年现在才是结婚证上的合法夫妻，你的样子才是那个卑劣的小三吧？你是不是？几年？你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把我衣服脱下来。还有，你为什么会有别墅的钥匙？
这是你当年给我的。管家，少爷，把别墅大门换了。是。景年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当初是你先抛弃我的，何况我已经有妻子了。景年，她不过是一个杀人犯的女儿，怎么能够配得上你？施小姐，你说话前先过过脑子。我爸是被冤枉的，总有一天我会还他一个清白的。冤枉了又如何？温家一个破落户，在江城连名号都排不上，你也配得上景年？够了，他配不上你就配得上吗？你别太高看自己，从我家离开。不要，景年，我们单独谈谈好吗？我有话对你说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还有，我夫人在这里，请你注意分寸。我不信你的心里全然没有我了。贱人，是不是你在景年面前说了什么，他才会变成这样的？石落雪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是你自己离开，还是我找人赶你出去？景年，来人！不用了，我自己走。齐景年，温然，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。说吧，今天怎么回事？冉冉，别动，就站在这儿，站着说。这个石落雪，她的确是我的前女友，但我出车祸以后，她就出国了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。那今天呢？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，还穿了你的衣服？不是，这是我的问题，但我没想到她还留着那把钥匙，还私自把我衣服穿身上了。管家，少爷，把这衣服拿去烧了，再找几个人把楼上的房间都给我打扫了，打扫干净，快去。好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冉冉，喂，齐少，你让我查的那个死者家属根本不存在。什么？一个人不可能凭空消失，你接着查，有消息随时告诉我。是，怎么了？冉冉，你还记得因为温氏医疗事故死的那个患者吗？记得呀，当时他儿子还在我爸公司门口闹事儿，我爸无奈之下还赔了一大笔抚恤金。我刚刚查清楚，那个死者是个孤寡老人，根本没有儿子。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事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会找人查清楚的。你今天第一天上班，有什么收获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我本来想慢慢跟林书海那个老狐狸周旋，看来得加快进度了。空了。温然，这总监的位置坐的还安稳吧？我听顾惜说了，你大学修的是土木专业，你说你一个区工地打杂的，会做项目吗？我会不会做项目，不需要你一个副总监来支援。你这个靠男人上位的穷酸女，以为坐上总监的位置就高枕无忧啦？我告诉你，这次与公司合作开发的新项目可是齐氏集团，这要是在你身上出了点什么问题，
你担得起责任吗？赵青青，你有病吧你？活该！谁动了我电脑？顾惜，是不是你？温冉，现在可是工作时间，谁有那闲工夫动你电脑啊？那我刚写的方案为什么会平白无故消失？这就得问问你自己了。这有些人呐，文案还没写呢，就假装自己是受害者，还故意给别人泼脏水。这种不劳而获的手段啊，见多了。赵青青，你少血口喷人！在我离开工位前，我的方案就在我的电脑上。那谁知道呀？那你自己的东西都管不住，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滚蛋吧啊！魏总监，林总让您去办公室一趟。知道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董事长这么快就来赶人了，果然没有能力呢。我劝你啊，就离开林氏集团。再说了，这也不是什么垃圾收容所。赵青青啊，话不要说太大，小心反套。顾惜，你跟我来。青青姐，你找我什么事？你真废物！我不管你跟温冉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，告诉你，这次可是和齐氏集团的合作，要是出什么问题，都得完蛋。对不起，青青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这总监之位本来就是你的，他凭什么说占就占啊？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不如……好。林董。哎呦，呵呵，小冉来了。林董，我还有工作，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。小冉，我就问你最近在公司怎么样？还习惯吧？如果要有什么事儿，你就直接跟舅舅说啊。不用了，工作都很习惯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小冉，我就想问一下，咱们跟齐氏集团的合作，看什么时候能敲定下来？已经在准备了，不过那么大的项目，齐氏集团也得考察我们公司的实力。小冉，咱们公司的状况你也看到了啊，现在就是这个资金周转有点困难，我就想让你跟那个齐氏集团的老总通融，尽快的把这事儿敲定下来，好吧？林董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齐氏集团这么做也是怕项目有什么闪失的。这个，不过林董放心，这个公司毕竟是我爸爸的心血，项目上的事儿我会尽力的。好好好，哎，让你辛苦了啊。那行，那你去忙吧。林书海显然已经等不及了，可那份专利证明到底会放在哪儿呢？哎，快看，温总监出来了。温冉，事实证明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那可不一定。各位，与齐氏集团合作在即，希望各位一鼓作气，拿出一个好方案。你还是不死心啊？你以为和齐氏集团合作这么容易啊？
小心，最后别丢了公司的脸。赵副总监，这就不劳您费心了。赵副总监，记得帮我做好项目预算。另外，顾惜，把云岚的相关资料整理出一份给我。还有，剩下的人全部去做市场调研。那你呢？不会什么都不干吧？相关方案我已经发到了群里，大家查收一下。届时我会根据你们的建议调整跟补充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的方案不是都丢了吗？这是哪来的？这么重要的方案，你不知道还有云备份吗？顾惜，我告诉你，这次的事情是最后一次，如果再有第二次，立马给我滚出公司。你怎么来了？看你迟迟不回家，过来接你呗。最近工作有点忙，走吧。手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泡咖啡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下。泡咖啡？你一个总监自己泡咖啡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我空降到公司的嘛，难免有人不服。放心吧，我能解决。走啦。等会儿。宋助理，取消明天所有行程。几年？好了，走吧。哎呀，齐总大驾光临！哎，你怎么不提前打一声招呼呢？听说今天是云岚项目的汇报，我过来看看。哦，哎呀，真没想到齐总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，还能亲自来，这是我林氏集团的荣幸。走吧。哎，好，今天能把你请到，我是非常荣幸。坐。怎么是他？大家安静一下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重要的客人。这位就是我们齐氏集团的总裁齐总，也是我们这次云岚项目的合作方，大家欢迎。没想到齐氏总裁这么年轻，如果能够趁这次机会得到他的青睐，嫁进齐家，那后半辈子就都不用愁了。文冉呢？齐总，我马上把他叫来。齐总，温总监呢？他突然有事情来不了了，不然由我来汇报吧。胡闹啊！有什么重要的事比这是会议重要啊？赶紧把这温冉给叫来，快去啊！我刚才看见他接了个电话，匆匆忙忙就出去了，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林董、齐董，为了不耽误时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接呢？赵清香，你在干什么呢你？可能另一个 U 盘让我拿错了，要不我再去办公室换一下。不用换了，真正的 U 盘在我这儿。温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应该在哪儿啊？在公司顶层的阁楼吗？赵青青，你在我水杯里下迷药，把我锁到阁楼，你以为演说就能顺利进行吗？温冉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是吧？这个票据你认识没？
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你赶紧给我！你承认是你做的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有这个？林书海，我夫人在你的公司里被人关进阁楼，你不该给我个解释？齐总，行，这个事儿呢，我一定给你解决好。赵青青，你给我说你怎么搞的啊？怎么把这事办成这样子的？今天不给我说清楚，我一定把你处理了。保安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怎么了？林董，齐总，不是我做的，是顾惜让我这么做的。林董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一时鬼迷心窍。温冉，你看在我们以前是同学的份上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顾家被收购，我不能再没有这份工作了。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，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我的底线。不行，我不能因为你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离开公司。林董，看来贵公司有不少内部矛盾需要处理，我一个外人在这儿也不方便，合作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齐总，刚才那个事儿也就是一个意外。你看我们的合作，我夫人在你公司受到了这种待遇，我们的合作还有必要再谈吗？齐总，刚才那2个人已经被我赶出公司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在公司没有任何人敢欺负小冉。你看我们林氏集团，你看我，齐总。林董，这份文件人呢？林书海会将那份专利证明文件放在哪儿呢？专利证明这么重要的文件，林书海一定会放在最隐秘、最保险的地方。可密码是什么呢？林书海的生日。林丹云是林书海最宠爱的女儿，难道是她的生日？林书海竟然挪用公司公款，这上面的日期刚好是爸爸出事的那段时间，这一切都是林书海的阴谋。温冉，你干什么呢？林书海，我爸妈生前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你打开的保险箱。我要是不打开，我还不知道你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。你挪用公款，故意制造奇邪漏洞陷害我爸，我爸的车祸也是你干的。你这个人渣，根本不配活在这世上。我这么做也是你爸逼的，我就用了公司的一点小钱，他就要把我赶出温氏，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的自保，谁让他命贱？他们可都是你的亲人。哈哈哈哈哈！亲人，还谈亲人呢？我就用了那么一点小钱，他就跟我斤斤计较，这还叫亲人啊？他还要把我赶出温氏，他非得死不可。陈必
林书涵，我会把这些东西交给有关部门，你就等着吃牢饭吧你！那就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把他带出这个门。把东西给我，给我！你要干什么？给我！你以为你拿到了这个，就能夺回公司吗？啊？温然，我明确的告诉你，你斗不过我，还不如配合我，跟骑士合作，对你对我，咱们都好。林书涵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还会找到其他证据。届时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温然啊，温然，你可真是舅舅的好外甥。你爸锁了这么长时间的保险箱，被你给打开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回高枕无忧了。老婆回来了。哟，怎么了？我找到我爸被害的证据了。找到怎么还闷闷不乐的？可是证据被林书涵给毁了。今年，你说我爸要是知道了，他会不会很失望？傻瓜，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岳父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可是，哎呀，没有什么可是，证据没了，我们可以再找。还记得温氏出事以后站出来指认的那个死者家属吗？我们可以从他身上下手。对，终归不能放弃。好啦，乖啦，办法总比困难多的。走，我带你出去吃大餐，好好放松一下。今年，施洛雪，你来干什么？今年，我现在连见你的资格都没有了吗？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施小姐，无论你跟景年以前有什么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人嘛，总归是要往前看的。今年，我今天来是有个合作要跟你谈。合作的事情找我助理就行，不用跟我说。我们走。景年，这可是齐爷爷交代的项目，要我亲自与你对接，你不会连爷爷的面子都不给了吧？景年，没想到你还记得我的口味，这一桌都是我爱吃的。你想多了，这都是我夫人爱吃的。难怪景年会娶你，咱俩连口味都一样，还真是有缘。景年，这个菜不错，你尝尝。你不是要跟我聊合作吗？咱们饭也吃完了，可以开始了。着什么急嘛？我们喝完这一杯再聊嘛。对不起，景年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怪我笨手笨脚的。没事没事，就说了一下。景年，你怎么连手机都忘了拿？景年，施乐雪，你干什么？放！
几年，我喜欢你，从小到大，我对你的心意从来没有变过。石头雪，你说这个话自己信吗？我们之间从你抛下我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。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是植物人，是玉茹阿姨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我才选择了出国留学的。我妈？这些年我努力完成学业，就是为了回来找你，但我没想到你竟然娶了别的女人。落雪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已经有了冉冉，你也该有你的幸福了。不要，你把那个女人赶走，跟我在一起好不好？不可能，我的妻子只有冉冉。不要。冉冉，你听我解释。景年，不要走。石落雪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们之间除了工作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冉冉，冉冉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不是这样是怎样？难道我有抱抱还不算，非要亲在一起才算吗？冉冉，别说这种气话，咱们回家。不用了，我突然想起公司还有些工作要处理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什么工作不能明天处理啊？冉冉，我跟他除了工作，真的没有别的。不用解释了，我不想听。他说的对，我们之间就是一场交易。现在你醒了，我们的交易也该结束了。温冉，齐景年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冉冉，到现在你还觉得我们之间只是一场交易吗？我从不拿婚姻开玩笑，就算是丧后，我的结婚证上也不会出现别的女人的名字。景年，好了，咱们回家。小冉回来了，今天上班累不累呀？妈，我有点累，先上楼了。啊，你快去快去，一会儿我让厨房给你做点参汤补补。妈，我有点事儿想问你。你说，当年落雪突然出国，是不是你安排的？你怎么问起他来了？这个施落雪又回来了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小冉是个好姑娘，你要是敢吃回头草，我打断你的腿。所以落雪突然出国，真的是你一手安排的？她不适合你，我安排她出国，对你对她都好。真是没想到，这个施落雪现在还有脸回来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你是在因为这个女人来质问我吗？你不要忘了，现在你已经有小冉了。冉冉，今年的事情，是谁给你打的电话呀？是施落雪打的吧？这么晚还给你打电话，没准有什么工作上的急事呢。冉冉，我跟他真的没什么。接啊，你为什么不敢接啊？冉冉，我困了，先睡了。少夫人，少爷在吗？什么事儿？
少爷，老爷在书房等人，说是有要事相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冉冉，你也换个衣服下去吧。妈，哎，小冉，坐。你看，这是薇家最新款的婚纱，看看有喜欢的吗？妈，你怎么还看上婚纱了？我想给你和景年补办一场婚礼。不用，这也太麻烦了。怎么会麻烦呢？当时景年昏迷不醒，没有办法，现在他好了，一定要补办。听我的啊，来。哎，我觉得这一套就挺好的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套也挺好。还有后面还有。夫人，施小姐来了。阿姨，突然到访，没打扰到你们吧？这是我给您带的礼物。礼物就不必了，你太客气了。小冉，我楼上还有一本这个婚纱的样本，你去给我拿下来，就在书房。好。施小姐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当时我就说过，你要踏出齐家一步，就永远没有机会再回来。阿姨，过去是我不懂事儿，但现在我想明白了，我不能没有景年。在国外的每一天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他。哎呀，施小姐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景年有小冉了，你不应该再来打扰他。阿姨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真的不能没有景年。当时你看他昏迷不醒，跟别的男人一走了之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有今天？你走吧，我当你没来过，我给你留足面子。到底哪点比不上温冉？你非要阻止我跟他在一起吗？你放开我！好，我告诉你，施洛雪，你哪点都比不上小冉，我绝不会让景年娶你这样的女人进门。好，这个是你逼我的。管家，快叫救护车！温冉，你别假惺惺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阿姨？你在说什么？妈，怎么回事？景年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来的。阿姨不过替我辩解两句，温冉就把他推下楼了。温冉，我来真的只是跟景年谈合作的。阿姨不过替我辩解了两句，你怎么就失手把他推下来呢？温冉，我妈平时对你那么好，你就是这么报答她的？不是我。够了！告诉我妈要是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妈怎么样了？暂时脱离了危险，但是由于伤到了脑部，什么时候醒来还不确定。会变成植物人吗？昏迷只是暂时的，好好照料，恢复的几率很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景年，你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吃点东西吧。不用了。你胃不好，必须吃。我说了不用了。景年，
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。我下楼的时候，妈已经躺在那儿了。温冉，你还狡辩？我当时清清楚楚的看到你把阿姨推下楼的，只可惜我离得太远，没能及时救下阿姨。不是我做的，我不会忍。齐景年，你信他不信我？当时就你们两个在楼下，你一直很介意洛雪的存在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我介意还有错了。你走吧，不想看见你。出去！小心！没事吧，小冉？没事。是我肚子好疼。小冉，你忍忍，我马上带你去医院。小冉，你醒了，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的地方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医院。你知不知道，当时你差点就被车撞倒了。你怎么当时一个人？几几年呢？你走吧，不想看见你。我没事了，谢谢你送我来医院。温小姐，您的报告出来了，胎儿已经保住了，不过回去需要静养。你说什么？我怀孕了？是的，你已经怀孕8周了。这里面有我和他的孩子，可是他现在会想看到我和宝宝吗？小冉，你怀孕了？那这孩子是齐景年的？与你无关。小冉，小冉，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去啊？你没听医生说需要静养吗？我的事不需要你管。你，小冉，小冉站住！你去哪儿？小冉，不用你管。小冉，几年？几年？齐景年，是你呀！一见面就给我这么大个礼包。苏明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你要是再敢在江城出现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哼，这里有我想带走的人，这点痛算得了什么？我看你是想找死！动手！怎么，心疼了？在我面前护着别的男人，你当我是死的吗？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。大庭广众之下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，别忘了，你现在还是齐家的大少奶奶。我跟苏明没有任何关系，他只是带我去了趟医院。带你去医院？你自己好手好脚的，需要他带你来医院？怎么，在我这受了委屈，他能给你安慰是吗？齐景年，我跟苏明就是不正当关系。那你呢？你跟施洛雪在医院待了1天1夜的时候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提他干什么？走，跟我回家。齐景年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小冉根本就不想跟你走。给我滚！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儿，轮不到你来插嘴。
他碰你哪儿了？手、腰，还是哪儿？齐景年，你给我冷静一点！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我打扰你们了是吧？放开我！齐景年，放开我！碰都不让碰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再齐家的一天，你就还是我老婆。嫌我恶心？是不是我平时对你太好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怀孕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你怎么不告诉我啊？从医院回来这一路上，你给过我开口的机会吗？对不起，温然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都是我不好。但妈的事儿，你也不对。我都说了，推妈下楼的不是我，是施落雪。你们两个各执一词，你让我相信谁啊？施落雪来的那天，我跟妈正在讨论婚礼的细节，我有什么害妈的理由呢？好，你如果不相信我，等妈醒了，你一问便知。他不适合你，我安排他出国，对你对他都好。真是没想到，这个舒落雪现在还有脸回来。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伯母的情况已经稳定了，估计过2天就能醒了。这白玉茹命真大，摔成这样还能醒来。我知道了。太好了，景年，阿姨醒了，你就不用公司医院两头跑了。是啊，这段时间公司医院两头跑，你也辛苦了。不辛苦，阿姨是你的母亲，照顾她我是应该的。罗雪，上次你说是温冉把我妈推下楼的，她是怎么推的？我当时刚进门，一切发生的都太快了，都怪我不好，没能救下阿姨。罗雪，你最好跟我说实话。自然都是实话。温冉她就是个自私的女人，她当初嫁进齐家，也不过是没有安生之处。阿姨就是前车之鉴，这样的女人，你还要留在身边吗？事实的真相我自然会查明白。冉冉是什么样的人，不用你来评判。景年，我才是最适合你的人。跟温冉离婚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重新开始。等我妈醒了，一切真相就大白了。到时候你再跟我说这句话。景年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相信我吗？我只相信真相。好了，你出去吧。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齐景年，既然你这么在意真相，那我就让白玉茹永远说不出真相。妈，你干什么你？施若雪，你屡次想要妈的性命，你就不怕齐景年恨你吗？只要你不说，他就不会知道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他也解决了？他要是说出去，你我都别想活。2个人，那得加钱。钱少不了你的，赶紧动手！别过来啊！我报警了。报警？怎么处理？把他绑起来，我好好折磨他。冉冉呢？不是让她在家好好休息吗？少夫人一大早就去医院了，
说是要亲自照顾太太，直到她醒来。她怀着孕呢，怎么到处乱跑？失落雪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别叫了，这里只有你和我，你就算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。不如听话一点，这样还能少受点罪。失落雪，你伤害我，你不怕景年怪你吗？你还敢给我提景年？温冉，你为什么要出现？如果没有你，景年现在身边的女人就是我。呸！就算没有我，他身边也会出现千千万万个李冉。李冉，难道你要把这些人都杀了吗？也不是不行，我绝不允许他身边出现其他的女人。你疯了！唉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教训你，我有的是方法。来人，把东西给我。失落雪，你要干什么？温冉，你说我要是划花了你这张脸，景年还会要你吗？失落雪，就算景年不要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他也不会娶你。温冉，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那我就好好的折磨你，看你待会儿还笑不笑得出来。你说我从哪儿开始比较好呢？哎，从这儿怎么样？嗯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今天怎么样，受伤了吗？景年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要是再晚来一步，是不是就出人命了？不是的，景年，你听我解释，是温冉，是他要在医院杀了阿姨，我不得已才将他绑起来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狡辩？景年，够了！妈在医院已经将所有的事实的真相告诉我了，包括你出国的原因。他醒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景年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真的太爱你了。爱？你也配跟我说这个词？当年我出车祸陷入昏迷，妈只不过拿金钱试探了一下你，你立刻就找了下家，毫不犹豫地选择出国。你这样的女人也有资格跟我说爱？我那个时候太糊涂了，景年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很爱你。给我母亲下药，绑架我的妻子，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吗？我没想给阿姨下药，我怕她把一切真相告诉你，我太在乎你了，景年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些话留到监狱去说吧。阿姨的事是我不对，可温冉她凭什么？她不过是一个臭水沟里的乞丐。她当初嫁给你也是为了钱，她和我有什么区别？凭我喜欢她，爱她，够吗？爱她。今天，那回去吧。怎么了？
肚子不舒服吗？走，咱们回家。失落雪，本来想看在爷爷的份上放过你们石家，如今看来，石家已经没有在江城存在的必要了。谢景年，你不可以这样对我。小冉，你可回来了，担心死妈了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妈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因为你，他也不会被人绑架呀。妈，我真没事儿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我听说你怀孕了，赶紧上楼休息。我叫厨房给你做好吃的补补啊。好，快去陪他去。快，好嘞，妈。哎呀，冉冉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你别不理我呀！你就是个混蛋！对，我混蛋，我是大混蛋啊！今天吓坏了吧？来，老公抱抱。哎呀，好了，没事了啊。呀，哭了？我才没有。看，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这不是米杰大师独家定制的那条水晶之链吗？前1个月，据说被一个神秘买家拍走。原来是你啊！喜欢吗？今年，谢谢你。喂，齐少，人被抓了。怎么了？后期就要开始了。齐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可是我家啊！你家？林书涵，你害死了我爸妈，霸占了我们家的财产。你晚上睡觉，你都不会做噩梦吗？小冉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害死了他们？带上来。你怎么会？林书涵，这个人你应该不陌生吧？是他，就是他当年让我在温氏的医疗器械上动了手脚，让我以自己儿子的身份威胁文董，文董因此被董事会除了名，然后他又让我开车撞死了文董。齐少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有可能这样塞死你啊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我支持的？当年你给了我一大笔钱财，虽然你抹掉了银行的出账记录，但是原温氏集团的财务总监可是留了底儿的，他可以作为人证指控你的罪行。林书涵，虽然你撕毁了专利文件证明和你挪用公款的证据，但我跟你说过，天网恢恢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。小冉，都是舅舅鬼里洗脚，看在你妈的面子上，你就放过我啊！舅舅好，舅舅不是人，舅舅不是人。放过你？那你当初怎么不放过我爸爸？爸，你怎么给这个小贱人跪下了？快起来！闭嘴！凭什么？我不！哦，我忘了，还有你，林丹云。小冉，这件事都是我一手策划的，跟圆圆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要怪你就怪我，千万别怪他。你怎么了？
是非善恶我分得清。来人，把他们2个连人带东西给我扔出去！温冉，你敢？上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好了，冉冉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嘿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看看这套怎么样？七少，您和少夫人都领证这么久了，不过就是补办个婚礼，怎么还这么紧张？懂个屁呀！冉冉是我好不容易娶到的女人，马虎不得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爱情需要信物的见证。此刻，有请帅气的新郎将钻戒戴于新娘左手无名指上，并留下你的深情一吻。此刻，帅气的新郎，张开你男人坚实的臂膀，去拥抱吧，你美丽的新娘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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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